这次我们来到了最高峰玉山，可以候补上排云山庄，真的要放鞭炮庆祝。我们在前锋连绵不绝的石头中打滚，在暴雨中抵达了排云山庄。在这边，我经历了爬山以来最悲惨的失眠，决定了，就算睡过头看不到日出，也要硬着头皮踩着碎石坡爬上北峰。早安，昨天在东埔山庄睡了一个晚上，今天起了大早，坐接驳车到玉山登山口。这是我第2次走玉山，去年走过玉山的主峰，这次想要挑战不同的路线。这里是玉山的登山口 0.5K 的步道上面，然后我们这一次是2天1夜，要去住排云山庄，好不容易有候补到了，然后明天想要去北峰看日出。第2次来走，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。我想应该是我第1次来爬的时候是当日来回，黑漆漆的上山，又匆匆忙忙的下山，都没有机会好好欣赏一旁的风景。因为时间还早，我们先去前锋走走。很意外，在山上走跳多年的伟哲竟然还没有去过，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这颗小小的山头。通往前锋的路上是连绵不绝的大石头路，而且越走还越陡，到最后还要手脚并用。还好路不算长，天气也凉凉的，努力撑一下，山顶就在不远处了。到了玉山前锋，这边是浓浓的雾。这只粉红色的猫是刚刚在石头缝里面捡到的。人家不是说去冒险都要带只宠物吗？我们就这样带它上山了。往左边。OK。再来一次。可以了吗？远近点的一个密度。双倍多高？我们高的也是139。走吧。它是狐狸体体耶。它是前锋体体。恭喜伟哲解锁了第85座百岳。刚刚从前锋回来了，现在又要回去，继续往主峰继续往排云的路上前进。跟刚刚的前锋比起来，往排云山庄的路就很温柔，一段上坡没多久，就会有一段平缓的路。抵达5K 处，白木林观景平台稍作休息。午餐时间，我吃的是冲泡式的蔬菜米粉，伟哲吃干燥饭。这里人真的太多了，我们就坐在地板上慢慢吃。不得不说，玉山真的是超人气，
尽管选在台风天后的平日上山，一路上还是好热闹，外国的脸孔也好多。这次我们会选择玉山，是因为想去北峰看看。听说从北峰气象站可以看到完整的玉山棱线，再加上日出一定更美更漂亮。我们是这样抱着期待上山的。吃饱上路，现在已经开始飘雨，看来这天气真的不太妙。只差几步就到山庄了，突然下起滂沱大雨，连雨裤都来不及穿，只好撑着伞，小心翼翼地走。终于顺利抵达了排云山庄。现在我们在户外烹煮区煮午餐，本来计划去西峰看日落的，但这个雨势应该只能在这边生火取暖了。巨烧焦，好吃哎！我都没有焦。对啊，大烧焦。大烧焦啊！对，还好这边有水源，可以泡。10级烫伤。你要不要手套 ？No way。来看看我们的晚餐。我吃的是家里的剩菜炊饭，鬼哲吃的是咖喱烩饭。不过他的白饭没抓好火候，不幸烧焦。煮白饭也是需要技巧的呢。外面的雨势时大时小，里面的建筑物太过热闹。我们在户外遮雨棚的庇护下，享受短暂的宁静空间。为什么5年前爬山没有那么好吃的咖喱啊？半夜2点，整夜都没有睡。要很诚实的说，我好像不太习惯这里，不习惯人与人的距离这么靠近，太过拥挤的空气让人忧郁。不过看着大家睡得呼噜呼噜的，应该是我个人的问题。最后拖着伟哲下来陪我聊天吃宵夜，外面下不停的雨，有点懒得上去。如果今天是跟团的话，可能就乖乖上路了。但只有我们2个人，让我有了任性的空间。最后，在大家吃完早餐出发之后，我才躺回去睡觉。早上6点多被鸟叫声吵醒，看着外面干净的天空，很难想象昨晚下了一整夜的雨。听着下山的山友兴奋地说山上出大景了，瞬间很想赏自己2巴掌。马上拖着伟哲，现在也要冲上去北峰看看。本来心情不太美丽，沿途都不说话。但随着景色渐渐变得开阔，又开始惊呼不断，嘴角上扬。现在我们穿越了铁笼子，到了北峰岔路口，要开始探索全新的世界了。不用。好，你尽管往前走，登山上农场。俯瞰这个坡度，应该是我目前走过最陡的地方吧。我调了一个超长的登山杖，
来迎接传说中的北风碎石坡。北风碎石坡，一根一根的铁栏杆引导我们缓缓往下，沿途的山壁好大好壮观。原来主峰的背后是长这样子啊！这里风好大，云飘得很快。人家说上山可以疗愈身心，这是真的。处在这样美丽的时空，在都市的晦气、上班的怨气全都一扫而空。在这里，只需要当个专心爬山的人类就好。我们在浓雾中沿着黄色的指标杆前进，气象站静静地竖立在前方，终点就在不远处了。抵达海拔最高的建筑物——北风气象站。遗世独立的建筑物，偷偷幻想，天气好，在这边眺望玉山山脉一定很美。是北风，好浓哦！绕过气象站，后面有玉山北峰的小铁牌，真的像气象预报一样，今天天气不太好，但能够一起上来，这些都不算什么了。留下一点遗憾，下次才有理由再来一次。下期预告：越爬越进步，终于可以晋级到梦寐以求的翠池。从雪山登山口出发，经过了炎炎日晒的考验，穿越黑森林和圈谷，在翠池搭新帐篷，看着黄金北人角，享受人生。热腾腾的蜂蜜口味舒芙蕾上桌了。下一期，翠池3天2夜露营之旅，努力赶工中。